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继续在亚洲的访问行程。当地时间29号晚，他们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0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面，随后与菲方举行2+2会谈，达成哪些协议？任期仅剩半年的美国拜登政府这一趟旨在拉拢亚洲盟友的毕业旅行，是否真的能够得偿所愿？菲律宾总统马克思30号在总统府马拉卡南宫接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美联社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马克思面带笑容，将双手分别搭在美国官员的背上，展现友好关系。路透社称，马克思主动提及南海局势，宣称菲律宾和美国之间需要定期接触，助力菲律宾灵活应对中国和相关的海上紧张局势。当天稍晚些时候，布林肯和奥斯汀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防长特奥多罗举行2+2会谈，这也是马尼拉首次主办两国之间的外长防长会议。4人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为加强美菲同盟关系，美方宣布了一系列砸钱举措，包括向菲律宾拨款5亿美元用于该国海军装备，以及对美军驻扎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建设和改善。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is the strongest that it's ever been. We're now allocating an additional $500 million in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to the Philippines to boost security collaboration with our oldest treaty ally. President Biden's budget request this year includes more than $128 million to fund important EDCA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另据菲方透露，美菲拟议中的军事信息安全总协定是本次防长会谈的重要议程。一名匿名官员称，该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提供高级情报和包括导弹系统在内的更先进武器，同时保证这些情报和有关武器的详细信息将受到严格保密。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和奥斯汀此次访菲并非单纯寻求加强双边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不论是与马克思的会晤中，还是2+2会谈上，美方多次将矛头对准中国，在涉海问题上对中国赤裸裸地点名抹黑，并重申美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美国更多关注到的是未来对菲合作当中，美国如何更好地用好菲律宾这个角色。所以呢，在此前，在马克思政府也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尤其是允许美军进驻更多的菲律宾基地的基础之上，这一次的2+2会议，从我的观察来看，更多的是希望菲律宾在基地建设方面能够符合美方的需要。未来呢，美方进驻菲律宾的基地不仅仅是指向南海，同时也指向台海。外界注意到，就在本月22号，中菲才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临时性安排。菲方也根据这项安排，在中方海警部门全程监管下，于27号上午进行了一轮生活物资运补。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菲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有关领土问题和海洋权利争议的一环。但就在关键时刻，美国高官访菲，意图挑唆菲律宾继续在南海寻衅滋事。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尔德兹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就大放厥词称，非对抗性补给和轮换是暂时的，我们的决心绝不会退让。他还声称，菲律宾将继续在美国和其他友好军事力量的帮助下，加强领土防御，并建立新的安全联盟。深圳卫视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舆论对美国大选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感到担忧，认为一旦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其对外政策可能会与拜登政府完全不同。在美菲2+2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就有菲媒对此表示忧虑。What assurance has the U.S. given to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est of Asia,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at its strong security support would continue in case of a leadership change in the U.S. after the November elections? A strong, long-standing alliance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hat doesn't change from election to election.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但在布林肯和奥斯汀的亚洲访问行程中，涉海问题却成为他们每一站的核心议题。先是在28号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谈中，双方指责中国外交政策在涉海问题上对中方抹黑攻击。美日还召开了延伸威慑首次部长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美不顾中方严重关切，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抱持冷战思维，操弄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立，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损害他国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停止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在涉海问题上挑衅滋事，停止拉拢域外国家在本地区制造分裂对抗。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0号抵达上海，这是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29号，梅洛尼出席了中意商业论坛等活动。他表示，意方反对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国际舆论对梅洛尼此行有何关注？意大利商业界人士又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前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0号抵达上海，这是他此次访华行程的第2站，也是最后一站。据此前报道，梅洛尼将会见上海当地商界代表。深圳卫视注意到，上海和意大利之间缘分不浅。意大利曾多次担任上海进博会主宾国，许多意大利知名企业也以上海为大本营，深耕中国市场，其中就包括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费列罗集团、古驰贸易有限公司等，涉及机械制造、食品及奢侈品、时尚等诸多行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梅洛尼自2022年执政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董一凡对深圳卫视表示，实际上相比起其他欧洲大国政要，梅洛尼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深，因而访问中国经济重镇上海，能够让梅洛尼亲身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上海则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经济城市，那么也是中国当前无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还是促进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个一个门户旗舰地位，也在这个中国同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这种经贸合作产业链的这种互嵌中呢，扮演这样一个枢纽性的这种地位。那么通过这种访问上海呢，那么梅洛尼总理能够更亲身的看到这个中国是这个现代化，特别是我们3中全会以来就推动这个深化改革，那么将会给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这种经济机遇。在访问上海之前，梅洛尼29号下午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习近平强调，尽管当前国际形势持续深刻演变，中国重视和发展好中意关系的意愿没有改变，中意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没有改变。梅洛尼则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对话者，意方反对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挖掘更多潜力。意大利目前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梅洛尼在会谈中指出，中国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不安全问题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他也强调，意大利和中国需共同思考如何保障稳定，如何保障和平。当天，梅洛尼还在北京出席中意商业论坛，与在华意企代表展开交流。数据显示，意大利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50亿欧元，有1600多家意大利公司活跃在中国，尤其是在纺织、机械工程、制药、能源和重工业领域。梅洛尼也表示，意大利仍充满与中国合作的热诚。参与中意商业论坛的意大利企业代表对深圳卫视表示，在中国市场中看到了绝佳的发展机会。It's a very good news for not only the two countries but for the world. Premier Li Chang said, "Who found a friend found a treasure," and I think that it's real. Italy and China are friends for a long, long time,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Another word that Premier Meloni said yesterday, reciprocity. It's important for develop business and develop relationship to got the same position in the two different markets. 合作机会应该还是很多的，就尤其中国在新能源方面的这些优势的企业，可以在意大利去投资。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别的欧洲国家来讲，就是从文化上来讲，意大利跟中国
还是比较接近的。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对梅洛尼此次访华行程也颇为关注。法国媒体报道称，梅洛尼在这次访华中誓言要重塑与中国的合作。针对此访，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梅洛尼在北京时强调，意大利将探索与中国合作的新方式，愿意在推动欧盟同中国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方面扮演建设性角色。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总理梅洛尼本次访华正是以经贸议题为主，意方希望同中方在电动车、再生能源等领域达成协议。今年4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也曾表示，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是积极的，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梅洛尼在访华前也曾强调，对华为期5天的访问表明了开启新阶段、重塑双边合作的意愿。他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播放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此次访问中国旨在尝试新的合作形式。在距离美国大选不足100天情况下，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最高法院改革提案，呼吁国会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设定任期限制以及限制总统豁免权等。分析认为，拜登此举明显针对特朗普。与此同时，美国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已反超特朗普。美国总统拜登29号在奥斯汀的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纪念民权法案通过60周年。他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极端主义正在破坏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因此提议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包括将大法官任期由终身制缩短为18年，制定对大法官具有约束力并且可执行的道德准则，以及一项主张总统在任期间的犯罪行为不享有豁免权的宪法修正案。And most recently and most shockingly,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d in Trump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a dangerous precedent. They ruled, as you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munity for potential crimes he may have committed while in office. Immunity. This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there are no kings in America. Each of us is equal before the law.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拜登提出的3点改革法案与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的动向针锋相对。就在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定美国总统在任期内的官方行为享有部分豁免权，这一条款被普遍认为将帮助前总统特朗普逃脱几乎所有的刑事诉讼。另外，美国最高法院目前由保守派占多数，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法官，这6名法官中又有半数是在特朗普任内提名的。未来4年内，最高法院可能会有2名大法官退休。如果特朗普在今年大选中获胜，将有机会再任命2名保守派大法官。届时，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其政治空间势必被大为压缩。有分析指，从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系列的判案结果来看，美国的9名大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以意识形态取向来办案，原本应该超然独立的司法权，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党派权力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是成为了个别党派与个别掌权者的打手与保护伞。Trump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rt asserted it was making a ruling for the ages.That isn't true. The court made a ruling for one, a former president. No other president in our history has asked for this kind of immunity for criminal actions. And no president, no former president, not me, not one, should have been given any exception.分析认为，在距离大选日不到100天的情况下，拜登对联邦最高法院改革的提议几乎不可能得到分歧严重的国会的批准。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称，该提案是一个危险策略，一到众议院就会死掉。特朗普也表示，该提案不会有结果。拜登自己也知道。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拜登的宪法修正案在处理实际问题上可能不会有任何进展，但他将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与特朗普联系了起来。
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急剧向右倾斜，作出废除堕胎权等一系列极具争议的判决，以及涉及终身大法官的一系列丑闻。根据最近的民调显示，有63%的美国民众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主要出于政治考量，54%的民众不赞同最高法院履行使命的方式。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任期仅剩6个月的时间点，拜登集中火力对准最高法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个人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废除堕胎权惹怒了众多美国女性，而叫停拜登政府的减免学生贷款计划则涉及4000万美国人。从这个角度看，拜登此举也是为哈里斯助攻，有助于扩大民主党票仓。Joe Biden's dropped out of the presidential race, but is not dropping his campaign against Donald Trump. In his first public engagement since calling his campaign quits, Biden proposed sweeping changes to the top court.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民调机构易普索7月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哈里斯的支持率从1周前的35%上升到了43%，特朗普的支持率则从40%下降到36%。女性及非裔族群等都是哈里斯的加分项。据 CNN 报道，最新的 SSRS 民调显示，在非裔选民中，哈里斯以78%对15%领先特朗普。面对来势汹汹的哈里斯，本计划停止举行大型户外集会的特朗普改变了这一策略，声称将举行更多户外集会。27号，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集会上猛批哈里斯，称若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选美国总统的话，将加剧中东危机，甚至就此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Kamala Harris presidency means 4 more years of extremism, weakness, failure, chaos.And probably World War III. I really believe it. A Trump victory will bring back leadership, competence, common sense, and strength to the Oval Office. That's what we had. We had no wars. We had no wars. 近期，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也被民主党人挖黑料，当作舆论武器。2021年8月，万斯竞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期间，曾接受时任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他当时宣称，美国实际上由民主党、企业寡头和一群无孩爱猫女士统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做的选择感到痛苦，还想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陷入痛苦。言论激怒了不少美国人。26号，万斯本人紧急为自己进行辩护，称他不是批评没有孩子的人，而是对民主党反家庭、反儿童行为的批评。It's the fact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become explicitly anti-family in some of their policies. In fact, you just heard Kamala Harris in a surfaced clip recently talk about how it was a bad idea to have kids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nxieties. 连特朗普也亲自下场灭火。当地时间7月29号，福克斯新闻发布了特朗普接受英格拉哈姆视角专访的视频。被主持人问及想对那些可能没有孩子的女性说什么时，特朗普表示：“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家庭，但有时候却不随我们所愿。知道为什么吗？你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或者你没有遇到任何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则趁热打铁。当地时间周二，哈里斯在亚特兰大举行造势集会上，频繁提及关于捍卫女性生育权等议题。And the freedom of a woma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her